Hello，大家好。那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新手教程。那么本期视频呢，会非常的详细，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初学者朋友呢来使用 Midjourney 绘图。那如果你对绘图感兴趣的话，或者你刚刚接触 Midjourney，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欢迎加入我的知识星球。那么相关链接呢，都在下面的描述栏里。那本期视频使用到的 Midjourney 呢，是由银河录像局提供。如果你还没有账号的话，有一个便宜合租的链接，大家可以去购买尝试。那么大家可以选择便宜合租。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那首先呢，我需要给大家讲的一个是，很多人呢弄不清楚 Midjourney 它和 Discord 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目前啊，这里呢呈现在大家面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Discord 的一个社区。那在这里呢，左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在这个里面啊，在这个 Discord 社区里面呢，不只有 Midjourney，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 APP， 它呢都是在 Discord 上面运行。那简单的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 Discord 呢就像我们的 QQ 一样，那么这个 Midjourney 呢就像我们的 QQ 群一样的，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群体。那么 Midjourney 的一个官网呢，它不在这个 Discord 里面啊。我们要如何进入 Midjourney 的一个官网呢？我们可以打开谷歌，在这里搜索一个 Midjourney。那第一个呢，就是 Midjourney 的一个官网，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进来。进来之后呢，你可以选择登录啊，登录之后就会进入到 Midjourney 的一个社区。那在这个社区里面呢，就会呈现出来很多画好的一些图，非常的漂亮。大家呢都可以到这个里面来参观这些产品画好的图片。在 Midjourney 的一个社区呢，我们是不能直接做图的，它就会出现在这个 Discord 社区里面。那怎么样注册 Discord？ 之前呢，小鱼儿也有出过一期视频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进入 Discord 之后呢，你可以在这上面搜索 Midjourney， 或者直接往下拉，在这里就能看到 Midjourney， 直接可以点击进来。那么登录进来的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可以来创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频道啊。鼠标回到左侧栏，那在这里有一个添加服务器，我们点击一下。接下来这里呢，选择一个亲自创建，这儿选择仅供我和我的朋友使用。那么这里输入你的一个服务器名字，比如说我这里输入一个小鱼儿，最好呢在这里可以添加一张你的图片啊，这样方便识别。点击创建 ，OK， 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的服务器就已经创建好。接下来呢，第二步呢，我们需要把 Midjourney 的一个机器人把它加入到我们的服务器里面来。那怎么加入呢？在这个旁边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是合租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用户，这里随意点一个朋友的啊，点他们的一个频道，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有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头像，我们点击一下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一个添加 APP， 添加至服务器，点一下，这里添加至服务器，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服务器，选择一个继续，选择授权。那这里已经添加成功了，我们前往我们的一个服务器啊，这里可以看到 Midjourney 的机器人已经出现了，只有它出现在我们服务器里面，那我们发的提示语啊才会帮我们生成图片。那接下来呢，可以看到在最下面这里有一个输入框啊，这个加号旁边有一个输入框。我们首先呢，不要着急输入一个提示语，我们先点一个斜杠，找到一个 settings 啊，就是设置，这里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直接点一个 enter 键。OK， 这个就是设置里面所有的一些功能，那么后面会给大家介绍。那现在呢，我们需要找到的是一个我们用什么版本来绘图。比如说现在呢，它目前默认的版本呢就是 V5.2 的模型，我们点这个倒三角。那么目前最高的是 V6.1 的一个模型已经出来了。它会有一个写实的一个风格啊，还有一个动漫的风格。比如说我们用 V6 的一个动漫风格，选中之后呢，就代表它变成了一个默认的一个风格。接下来我们在输入框里面输入一个斜杠啊，选择第一个输入提示语。这里我们来到一个谷歌翻译，一个动漫女孩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提示语就可以了啊。我们需要英语把它复制一下，输入到这个蓝色的框里面哈，直接发送，点 Enter 键。那可以看到它这里的一个绘图的一个进展啊，已经制作了25%。那这儿我们用的版本号可以看到是一个 N1G1 个6啊，动漫6的一个模型在绘。OK， 可以看到一个动漫女孩就做出来了。那我们的提示语非常的简单，但是做出来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这里点击放大给大家看。可以说这个效果真的非常的不错。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米经理来绘图？那这里呢用的是一个Ligi6的，那我接下来呢再换一个模型，还是点这个倒三角，我用一个Ligi5的一个模型。OK， 那我这里复制一下这个提示语，还是一个动漫女孩，在输入框里面输入一个斜杠，点这个 image， 把提示语放到这个后面，再点一个发送。可以看到啊，这里的版本是Ligi6的，这里呢是一个动漫5的一个模型。那这里给大家制作的Ligi6呢是目前最新的一个版本，我们可以来做个一个对比。那么趁着这个等待的时间呢，小鱼儿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很多朋友呢在购买合租这个Midjourney账号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取啊。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打开一个视频，鼠标往下拉啊，在这个描述栏里点击更多，那么这里有一个Midjourney便宜合租，我们点进来。OK， 鼠标往下拉，这里就看到Midjourney的一个合租的一个账号，我们直接点进去，点击购买，它会出现有国内的版本，它的价格呢就相对便宜。那么我们要做的，建议大家选择一个官方的一个标准会员，点第二个。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官方版本的，就是一个标准版。如果说你是新手朋友，第一次呢，你可以选择1个月啊，标准6人月付。那这个价格呢，比起这个Midjourney的一个官方价格呢，优惠了很多。你也可以选择，这里还有一个官方的一个会员啊，它的6人价格是99，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啊。建议大家选择后面这2个选项啊。那这个国内的话就不太支持。OK， 这里可以看一下，这个是6的版本做出来的一个动漫女孩，相对于简单，并且呢非常的漂亮。这个呢可以看到是5的版本生成出来的啊，相对于来说呢偏花哨一些啊，更多的偏一个动漫一个动画的一个风格啊。经过我们的一个对比呢，这个呢肯定是更符合我们的一个动漫女孩的一个要求。所以呢这里呢大家在绘图的时候呢就可以选择Ligi6的一个版本来绘图。那这儿呢再往前呢我又用了一个Ligi4的，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呢更偏向于一个动画的一个风格啊。所以这里呢看大家喜欢哪种风格，建议呢把前面2都淘汰掉，我们直接用这个来绘成这个动漫的图片就可以。OK， 这个图片画好之后啊，你可以看到这儿呢出现了1、2、3、4张图片。那比如我们只喜欢这1张图片啊，我不想要其他几张怎么办呢？这里呢下面就出现了2排数字啊，一个 U 一个 V。 这个 U 是什么意思呢？我这里点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我点一个 U1。 OK， 可以看到啊，它就是把 U1 就对应的第1张图片呢给它放大了。那么喜欢哪一张图片呢，你就可以点击哪一张，比如说一个 U2。 OK， 可以看到那就单独给它分割出来放大了。那这个1、2、3、4就是对应的1、2、3、4啊，喜欢哪一张你就可以直接点哪一张给它进行一个放大。那下面的 V 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1我们知道是对应的这第1张图片，那么这个 V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一起点开看一下，这儿点一个提交。 OK， 这个已经出来了，我们看一下，放大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原图，这个是点了 V1 之后呢生成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个 V 呢就是一个变体，那它会根据你选择的这1张图片呢生成相似的4张图片出来。 OK， 可以看到这里就是4张相似的图片。这儿比如说我比较喜欢最后1张啊，我会点一个 V4， 这儿需要提交一下，鼠标往下拉。那么意思大家都明白了，它会根据你提交的这1张图片呢生成一个类似的4张图片出来，那么你从中呢可以选一张你喜欢的一个图片。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V 和 U 的后面呢，这里还有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呢它叫刷新键啊。当你对这一组图片不满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刷新，让它重新帮我们生成。点击一个提交。 OK， 稍等片刻。
那这个呢是我的频道，如果说你对绘图感兴趣，记得订阅啊，关注我的频道。OK， 可以看到它重新帮我们生成了4张动漫女孩的一个图片，风格完全不同。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第一次生成的，这个呢是这一次生成出来的。那么当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我们任意放大一张图片，比如说第2张，我把它放大。那么这儿有一个 upscale，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点击一下。那么很多时候，如果实在你搞不明白这些什么意思呢，我们也可以来到它的一个官方网站。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upscale 它的一个意思啊，那它呢就是可以使用这个 upscale 来增强图像的一个大小。那么它里面有一个微妙啊，还有一个创意。那微妙的意思呢，就是可以将图像的大小加倍，并使这个细节呢和原始图像非常相似。那还有一个放大创意呢，就会将图像放大加倍，还会再添加一些新的细节。这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是它使用了微妙的啊，可以往下拉，那它的一个像素呢就会放大。那么这个呢，我们如果对这张图片不太满意啊，比如说它的发型，我想要稍微改变一下，那你这里呢就可以点这个按钮，修改一下它的描述词。比如说你可以加一个，那我给它的头发加了一个黄色。OK， 我们把这里重新粘贴一下，点一个提交。这里呢它有一个微妙变化，这里呢还有一个强变化。那这里你可以直接更改它的一个提示词，一个穿着黄色公主裙的动漫女孩。 OK， 我们把这个提示词把它直接粘贴过来，再来点一个提交。那么这个呢，它的一个图像增强。那么这儿呢，我更改了的它的提示词啊，它有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我这里放大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是我最原始的这个女孩，我说发生了微妙变化，我把她的头发颜色改了一下，黄色啊。虽然说它掺杂的有其他的颜色，但是这里呢，它的头发是有变化。那么这个呢，我是让它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啊，由这个黑色啊变成了穿黄色公主裙的一个女孩。 OK， 我这里放大给大家看一下，那这是它的原图。我这里强变化之后呢，小女孩穿上了一个黄色的公主裙，利用了这一个强变化所得出来的这个结果，你可以改变小女孩的一个衣着、头发。这个后面呢还有一个不同，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当出现这种该交付失败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着急，你可以再多点2遍。那么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个局部变化。比如说我只想改变它的下半身，我不想改它的一个头发啊，它的眼睛，我们就点这个。 OK， 点开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工具哈，有一个套手工具，还有一个虚线的。那我想改变它的一个下半身，可以看一下，我就把下半身给它圈起来。这里呢，我想给它改成一个蓝色吊带衫，把这个呢给它复制过来。这下面呢，我们就把它改一下。这里点击，这里有一个箭头。那如果说你不小心这里圈错了，那么这里还有一个返回键，可以重新开始。我们这里直接点一个生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下面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呢是一个缩小。那比如说这个人你觉得它太大，或者说你想让它显示的更全，我们就可以点这个缩小2倍。那这个呢是放大1.5倍。后面这个按钮呢是可以自定义缩放的，你可以设置。那刚才呢，我这个更改下半身的图片就出来了，局部变化，变成了一个吊带衫啊，可以看一下这里变成了一个吊带衫，这个就是我们局部变化。OK， 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一个缩小1.5倍，那这个呢是扩大的。那么在这里呢，你还会看到这里呢有几个箭头符号。那么这几个箭头符号怎么用的呢？接下来呢，我来教一下大家。同样，我们在这个输入框里面点一个斜杠，还是点这个 Settings， 点 Enter 键发送。那这里呢，我们要把这个混合模式呢给它打开。打开之后呢，接下来呢，我教一下大家怎么样使用这个箭头符号。这个箭头符号呢，比如说图片你觉得这边太窄了，你想要把它宽一点，那么就可以点击一个左键。如果说你想让这个女孩呢下面显示更多，你可以点击向下的这个箭头符号，向左、向右、向上啊。比如说头顶你想让它再空一点，你也可以点这个向上。
OK， 图片出来之后可以看到啊，在左边这边就明显的变宽了。那么呢，这个呢就是向下啊，它的衣服呢下面呢看得更多了。刚才呢我们只能看到这个位置，肩膀这个位置，现在向下之后呢，就相当于这个图片向下延伸了。如果说你想要显示更多的话，你还可以继续点向下，把它整个角都给露出来。这个是上面可以看到空了很多。那这个呢就是它上下左右的一个效果。下面可以看到，如果你喜欢这张图的话，你可以给它点一个爱心。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保存我们的图片。保存的图片呢，首先我们需要把它放大啊。我们点它的这个 U 啊 U1、U2、U3，喜欢哪一张先给它放大。放大之后呢，我们点击一下图片，有的呢你可以直接点图片的右键啊，它这里呢会出现一个保存图片啊，我这里没有，我直接点击放大。这儿呢有一个在浏览器中打开，在图片的这个左下角我们点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直接点鼠标右键，点击一个保存，把它保存到文档里面。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图片呢，它的比例呢是1:1的啊，系统这个Midjourney默认的就是一个1:1。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更改它图片的一个比例啊？接下来呢，还是选择这个提示词，复制一下，点一个斜杠，点 Image。在这里面把我们刚才的提示词粘贴到这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输入比例啊？这儿需要空格一下，我们需要先把鼠标我们先把键盘呢给它切换到一个英文模式，两个横线啊 ，AR 空格一下。一个比如说我们16:9常用的比例，那么这里就可以直接发送。那除了16:9呢，我们再来一个横线斜杠啊，点 Image， 再把刚才的提示语输入进来，这里空格一下，输入一个 AR。那么 AR 和两个空格之间呢是不需要空的 ，AR 过后空格一下，比如说输入一个9:16。那么你这里还可以输入，比如说它的比例啊。常用的还有一个1:1，这里空格一下杠杠 AR， 再空格一下，比如说一个3:4，点击发送。这里它正在排队啊，大家在绘图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是合租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等待也是正常的。那如果说你还没有账号的话，描述栏呢有一个便宜合租的一个账号。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啊，想学习更多的绘图的一个方法呢，可以加入小鱼儿的一个知识星球啊，可以向我提问。OK， 可以看了啊，这里是一个16:9的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呢是我们平时做 YouTuber 常用的一个比例，那它是16:9的。接下来这个是9:16的，这个呢是一个3:4的一个比例。那目前为止呢，带大家来官方网站看一下它的一个比例。你不知道有哪些比例的时候呢，你可以来它的官网看一下。目前它的比例呢有4:5、2:3、4:7、1:1。那接下来呢，可能还有很多人呢不知道怎么样去写这个提示语。这里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提示语呢，我这儿粘贴一下。那么这里一个空白文档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提示语。那我们的提示语呢是分为3个部分组成的啊，3个部分组成。在我们的前面呢，会把我们重要的一些信息呢，可以给它放在前面，提示词给它放在前面。这个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亚洲女士啊，穿着和服，手上抱着一束花。这是我们重要要表达的。后面它的表情这些呢，颜色这些呢，我们可以给它放在后面一点啊，这个不太重要的，我们可以放在中间。最后呢，可以看到这个16:9，还有一个版本号。那这个呢，我们可以给它放到最后啊。比如说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的，我们也可以给它放在这个最后。那后面这个是我们的参数啊，风格，然后加上我们的表达的内容。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提示语啊，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复制来绘图。这里我们需要给它翻译成一个英文，复制一下。打开，还是点这个 image， OK， 这里就可以直接发送。那如果说还有朋友说我还是不会写这个提示语怎么办呢？那么这里呢，小鱼儿教大家2个方法，你可以去模仿别人啊，去复制粘贴。那鼠标回到左边可以看到，这里呢有其他的一些朋友，他也在绘图。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游戏场景，这上面有非常多的美食，这个是一个产品图啊。比如说你需要跟他一样制作一个美食，那你也可以直接复制啊。复制过后呢，你可以去改一下。你也可以选择不改，直接来到我们的这个页面，点一个斜杠，点 image， 粘贴下来。那但是这里呢，建议大家呢可以稍作更改一下啊。
还是回到刚才这里，我们把它翻译成一个中文，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它里面用了哪些提示词啊？比如说一个产品的拍摄啊，它用的一个色调啊，用了一个什么风格，那么这些我们都可以借鉴一下。那这个画面感真的非常的强，这样我们就直接复制一下，我们也可以来这里生成一下，发送就可以了。OK， 这里这个穿着和服的这个女孩就出现。除了在这个里面呢，去看一下别人的一些好的提示语，我们可以去学习借鉴一下。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个Discord 的一个社区里面。那这个里面呢，你也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有喜欢的图片，想制作给它一个一模一样或者类似的一个风格，你可以在这个上面搜索，比如说这个非常的可爱，我点一下，点击之后呢，这个呢也非常的可爱。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能看到，在这个图片的右边，它会有一个提示语，这儿呢，它会直接有一个复制的一个按钮，我们直接可以点击这个 copy 这一个提示语。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有写一个 prompt 提示，你是需要提示还是需要哪个？那这儿我们需要提示，我们就直接复制这个提示词啊，就复制好。那么你可以直接到这边来粘贴。那我们去多看多学的同时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提示词该怎么写。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再讲一下我们的一个设置功能吧，还是这个 settings。首先上面可以看的是我们的版本啊，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版本，可以看一下，从 V1、V2、V3、V4 到现在的 V6.1 版本。你要哪一个版本号呢？你可以在这里选，选完之后呢，它就会默认每次绘图的时候用这个版本给你生成图片。那么这个里面呢，它会有一些风格化啊，你想要使用都是一个风格化很高的。那这儿呢还有一个个性化的啊，有一个公共模式，还有一个混合模式。刚才给大家讲了，混合模式如果说你想要改一个提示词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把这个混合模式给它打开。这儿呢有一个强变异的一个模式啊，还有一个微妙变异的模式。那么这里有一个快速模式，那我们如果是合租的话，这个快速模式我们是使用不了的哈。这是一个放松模式。接下来呢，可以我们再点一下这个斜杠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直接输入提示词绘图，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一个以图生图的一个模式啊。那么你可以直接点击一下，在这里呢会出现上传图片或者上传链接。我们比如说上传一个图片，把这个图片上传进来啊，我们这里点击一个打开，双击一下。那这个呢是一个以图生图的模式。OK， 可以看到这里出来之后呢，它会跳出来4组提示词啊，在这里1、2、3、4组，我们点这个1，这里比例我们可以给它改成一个9:16。OK， 点一个提交，那么它会根据这个第一组提示词来帮我们生成。那这个提示词呢，它都是根据这个图片提取出来的。比如说第二组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比例改一下就可以。这里需要稍微等待一下，就是根据这一个图片生成相似的一个图片出来。那我们还会有一个电图模式啊，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之前小鱼儿也有出过一期怎么样以图生图怎么电图大家可以去观看我的这一期视频。那如果说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合租也好，我们买的什么时候到期，还剩多少时间呢？那同样我们还是点这个斜杠，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 info， 我们点一下，这里直接点 enter 键。OK， 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到期时间，那你前面排队有多少人你都可以通过它来看到。每当你排队的时候呢，你还需要等待多久，那么你就可以打开这个 info， 到这里面来看一下前面排队还有几人，我的账号是否到期。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原图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根据这个图片呢，生成出来了一个类似的图片，放大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的高清喜欢哪个美女，你直接点击这个 U1 给它放大就可以了。OK， 这里放大了。比如说第二个我也给它放大把你喜欢的图片呢点击这个在浏览器中打开，直接点一个右键保存。 OK， 那今天小鱼儿的一个 Midjourney 新手教程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如果说你有更多的问题建议大家来加入我的知识星球，那么小鱼儿会一一回答。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下期视频再见。